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狼王，欢迎来到狼王带你操美股，一个准到凶残的中短线交易频道。老规矩，有空的话看完 YouTube 给您推送的广告，点进广告的链接，就是对狼王频道最大的支持。我们闲话少叙，直接进入一周一次最重要的狼王下周行情推演的环节。那大家都知道是吧？从9月份以来9月末的时候我就一直的跟大家强调，大盘在接下来1个到2个月的时间内，会是一个继续向上进攻的一个行情。我不认为在接下来的1到2个月是吧？从9月份的时候，以9月份的一个时间点来说，我不认为大盘会有一个中期的调整。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整个10月份的行情里呢是吧？整个美股走得非常的漂亮尤其是4大指数基本上除了罗素以外都进行了一个突破标普呢还有 QQQ 那也更是一马当先尤其是像属于特斯拉呀这种之前的比较厉害的妖股，在10月份的行情里面更是走出了一波非常厉害的突破但是在大家都非常开心的时候是吧？狼王现在想跟大家警示一下，就是整个市场越乐观投资越谨慎，对吧？毕竟从我一开始喊多在9月中的时候到现在其实也将近快有2个月的时间了整个大盘呢在这1-2个月的时间里其实走得非常的好。那现在整个大盘基本上都属于一个鸡犬升天的位置我反而要决定要站出来给大家提示一下接下来市场可能会有的一个风险。好嘞，那我们还是就闲话少叙，直接进入整个的一个指数的复盘。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标普指数对吧？标普指数从10月4号的低点一直涨到现在，已经涨了1个多月的时间，并且呢是进行了一个强势的突破突破了之前的高点4545点。那在之前狼王一直跟大家强调，我说标普的第一目标位大概在4630点到这个4700点之间的一个地方，现在离狼王所说的这个第一个目标位其实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即使我们说标普指数如果说还要继续再往上面进攻2个点是吧？打到了狼王所说的之前跟大家提过的4700点的一个目标位，其实现在即使离4700点也已经很近了大概也就只有2个点。那如果说我现在跟大家说的意思就是说标普指数现在上升的空间有限，不是要大家现在就进场去做空，好吧？大家注意一点，不是让大家现在去进场做空，只不过是想跟大家说，如果说你现在的仓位比较重大概是一个满仓的状态，我建议大家现在先把仓位减到70%，好吧？再次强调一下标普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1到2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仍然还有继续向上进攻的一个空间，并不大，4700点左右，然后在如果说它就真的是这么厉害的直接拉到了4700点，那我觉得整个大盘的压力会非常的强很有可能呢会进行一波调整，具体的调整幅度呢，我觉得暂时现在我还不敢猜，好吧？那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在之前4545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都会说，我说调整的幅度不会很大但是如果说标普指数就在接下来的1到2个星期里真的是一下子拉到了4700点左右的一个位置的话，那其实就等于说这一波的拉的升幅就太快太凶了，搞不好会有一个真正的技术性的调整，好吧？那调整的幅度是多少？我觉得我暂时也不太清楚简而言之，就是标普指数在这个位置，大家不要去追高了，好吧？很有可能会有一波就是涨到了，如果说真的是直接涨到了4700点附近的话，很有可能会有一波调整并且呢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很多右侧的朋友对吧？右侧的朋友一般上情况下就是突破了之前的一个高点的时候，他们就会进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之前的高点在4545点左右是吧？
右侧的朋友一般是等它一旦突破了之前的一个高点啊，这个时候进场。那其实这个时候进场的话，你接下来如果说真的是4700点，就是很强的一个压力位的话，那其实接下来它的肉并不多，好吧？所以说我觉得，因为毕竟整个市场上就是大家做右侧的人肯定是多于做左侧的人的。那反而就是庄家会利用大家都喜欢去做右侧的一个心理来进行一波收割的动作，好吧？大家仔细品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好，那我简单点说，就是再次总结一下，就是标普指数如果说在接下来的1周到2周时间内，是吧？非常强势的直接拉到了4700点左右一定记得去减点仓，好吧？这是标普指数。标普指数说完以后呢，我们还是老规矩说一下 UVXY。那为什么狼王认为现在不建议大家现在就去做空呢？对吧？现在大盘拉得这么厉害，但是我说大盘接下来仍然可能还有继续再涨1-2周的一个这么一个的形式不建议大家现在去做空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UVXY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了我认为 UVXY 真正的一个支撑位应该会在12块钱到15块钱之间，对吧？大家可以看到 UVXY 现在一直还没有打到这个区间现在的话它很有可能是在15块钱左右的这个区间这里，对吧？给大家做一个假的平台，对吧？大家可以看到 UVXY 已经连续的4天左右的时间并没有破新低了那很多朋友就想，那现在是不是去进场做空大盘以及去抄底 UVXY 的一个机会？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是现在大家如果说仓位比较重的话，那可以去减一点仓，是吧？减到70%，很有可能在接下来1到2个星期之内，大盘仍然还有继续向上涨的一个动力，但是现在不要去做空大盘，好吧？真正如果说让狼王去考虑进行 UVXY 布局的一个点位的话，我起码会等到 UVXY 跌到这个15块钱以下。好吧，所以说不要去做空，这是另外一个今天这个视频想给大家说的重点现在这个点位非常的高，所以说让大家谨慎一点，不要去追的那么的厉害，但是不是要大家现在去做空，好吧？因为如果说要做空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说把手里的多头仓位都清掉的现在我只是让大家去减一减手里的多头仓位，并没有说开始去加空头的仓位，好吧？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UVXY 说完以后呢，我再次就是它现在确实是 UVXY 在15块7毛左右出现了一个平台整理的一个动作，很有可能呢大盘标普指数如果说接下来走的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走法，好吧？我觉得如果说对于标普指数比较健康的一个走法是先在4600点左右进行一个小回调，大概1%、2%的一个回调以后再继续的冲4700点，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走法。但是它如果说直接的就这么突的拉到4700点，然后 UVXY 直接的就跌到了大概14块钱左右的一个区间，是吧？12到14块钱，12到15块钱左右的一个区间，那样一个状态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那我如果说标普直接拉到4700点左右的时候，我应该会跟大家提示就是危险就比较高了，就建议大家清仓了，好吧？很有可能。那简单点说就是大家还在耐心的等待一下，然后说多头的仓位就不要太多。UVXY 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QQQ， 也就是纳斯达克100纳斯达克100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也是非常的强势的进行了一个突破之前的高点382块钱的一个动作。短线来看的话，我觉得 QQQ 也仍然还有继续向上涨的一个空间，但具体的空间可能并不太多。如果以平行通道来看的话，我觉得下周的话，对于QQQ 的比较强的压力位应该就在395块钱左右，好吧？其实跟跟那个标普指数一样，如果接下来 QQQ 再拉2个点的话就比较的危险，好吧？不是让大家现在就去做空 QQQ 了 ，QQQ 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1到2个星期里面还有继续向上涨的一个空间，但是这个空间也不大。
那一旦要是真的是再次的出现了回调，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再次的去踩这个日线级别的 GMMA， 所以说一旦出现回调的话，其实向下的空间也不小，因为毕竟之前一波 QQQ 的调整其实是蛮多的，已经接近有10个点了，对吧？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381到这个358的这么一个调整，其实真的是已经有接近10个点了，接近一个中期调整的一个幅度。那一旦是 QQQ 要是真的就是非常强势的冲到了395块钱，它搞不好就会给你再来一个 W 底的第二条腿，这个时候就比较危险了。好，这些也是为什么我就给大家强调，如果说下周大盘出现了一个继续的拉升如果说就真的是标普指数完全不回踩的直接冲到4700点那就非常的危险了。好吧，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现在这个点位大家都非常的乐观，非常的开心，觉得大盘突破了可以全仓梭哈了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是全仓的话，最好给自己留一点现金，起码就是减到70%仓因为从左侧的判断的话，我觉得这一波的拉升拉得太快了，暂时还不到做空的时候，好吧？要是狼王想去做多 UVXY 的时候，我也会在这个视频里面明确的跟大家讲出来。现在的话就是让大家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不要去追的那么的厉害。QQQ 说完以后呢，我觉得今天还有必要说一下特斯拉。毕竟特斯拉是这个宇宙的第一妖股嘛，对吧？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是一个一直在向上突破的一个状态。特斯拉这种股票的尿性就是一旦突破涨的幅度和涨的速度会非常的快和非常的大。简单点说就是特斯拉这个位置暂时不要去做空它，好吧？做空它，因为特斯拉一旦拉起来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它会拉得有多快但是如果说你对于特斯拉的仓位比较重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稍微的减一点毕竟它拉得太快了，并且现在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顶部放量的一个形态，好吧？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现在顶部的就是现在的话，它一直在拉的突破新高的一个动作并且呢，它这个在顶部的话，确实现在成交量也是在逐渐的放大，所以说搞不好是在做一个顶部的形态，但是不要去做空它我对于特斯拉的一个观点就是特斯拉一旦出现这种不健康的迅速的拉涨的时候，往往对于大盘的一个向上进攻的动力的消耗是非常的大的，因为很多大资金都是不去做其他的股票，都涌到特斯拉这里来。那一旦这些大资金想去进行一个就是锁住利润的操作的时候，那对于整个大盘的动荡其实也是非常的大的。好吧，所以说对于特斯拉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去追高。当然，持有的朋友你可以继续的持有，然后带一个5%到6%的移动止盈，好吧？一旦它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趋势的时候，可以快速的锁利离场但是一定不要去做空它，好吧？一定不要去做空它，现在还没有到做空大盘的时候真正做空大盘的时候，狼王是会在视频里面给大家明确的指出来的。这是特斯拉。特斯拉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道琼斯指数道琼斯指数的话，之前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是在做了一个 W 底的形态以后呢，就继续的是吧，非常强势的破了新高。破了新高以后呢，我个人对于道琼斯指数现在的一个观点就是它搞不好会有一个回踩这个35000点左右的这个颈线的一个动作。如果说道琼斯指数接下来有这么一个回踩的颈线的动作的时候，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回踩，然后再继续的向上进攻。为什么我认为道琼斯指数如果说接下来它能有一个回踩颈线的动作会非常的健康呢？因为我知道大家有一个非常关心的一个股票叫波音。波音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是一个盘整了非常非常久的一个状态。狼王是在3个月前我就一直跟大家强调，我说不要去做多波音，是吧？狼王一直我觉得
波音起码会跌到一个180块钱左右的一个位置。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其实离180块钱左右的位置大概还差一个10个点。那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大盘现在特斯拉涨得非常的好，传统板块呢，邮轮、波音这些都趴在地上。如果说大盘接下来是吧，标普指数涨到4700点以后，出现了一波调整，那对于这些趴在地板上的股票啊，很有可能会继续的是吧，再往下顺势的砸最后一波。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形态啊，波音砸到了180块钱左右，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布局波音的时候。因为波音如果说我们用时间和空间来分析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从89块钱涨到这个234块钱的第一波涨幅用了12个交易日，然后从第二波的这个涨幅从141块钱涨到这个278块钱用了20个交易日。如果说跌幅的时间和这个涨幅的时间是一个完全对应的比例关系的话，那我觉得是吧，20除以12大概等于 1.6， 然后这个之前盘整的时间大概是20根8，那接下来的话对应波音的盘整的话应该也是在32到35根8之间。也就是说，如果说接下来大盘出现了真的是吧，标普指数冲到4670，然后 UVXY 到12到15块钱一个区间出现了一个大盘出现了调整， UVXY 出现了反弹，波音大概率会跌到180块钱左右，那个时候就是抄底波音的时候，好吧？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如果说因为波音是属于道琼斯板块里面的一个权重股嘛，所以说如果说道琼斯指数出现了一个回踩之前35000点颈线的一个动作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可以做多波音的时候，好吧？好嘞，那这是道琼斯指数道琼斯指数说完以后，最后我们再快一点过一下罗素。罗素的话，现在是仍然在一个就是区间整理的一个过程并没有突破233。短线的来看的话，我觉得233对于罗素的话，现在压力仍然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说持有罗素的朋友，我认为就是如果说当标普指数涨到了4700点，然后 QQQ 涨到了394点左右的时候，我也建议大家先行的去止盈罗素板块的股票，然后等回踩以后再继续的进场，好吧？罗素的话受整个大盘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所以说简单点说也不要去追高。最后我们再过一下原油、黄金和比特币黄金的话现在是出现了一个顺势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趋势，是吧？它压力位一直没有突破，然后这个支撑位也一直没有跌破，所以说我对于黄金的一个观点是，仍然它现在是在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收敛的形态，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去进场大家可以看到是吧？就黄金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的形态，就是低点一直在提高高点呢也是在一直的降低，所以说如果说你想去做多黄金的话我觉得起码也是要等它去在这个1740块钱左右的时候才可以考虑去小仓位的进行一个做多，好吧？那简单点说就是它趋势还没有走出来，不建议大家去操作黄金，操作的这么的激进。黄金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原油原油的话，我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我觉得之前已经涨得非常的凶猛了，这个位置的话不建议大家追高，好吧？我个人的话，对于原油的话，起码会等它有一个回踩日线级别的 GMMA也就是到这个77块钱到这个74块钱的这么一个区间里不到这个区间的话，我不会去布局原油。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比特币。比特币这一波呢，其实之前老王也跟大家强调了，是吧？我说如果说你想去做多的话，可以等待它到59000到这个55000的这么一个区间。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上周四的时候，它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回踩的。回踩以后的话，利润已经拉上来了，拉了10%的利润了。我觉得大家就是锁住大家手里的利润，是吧？当你的盈利被吃掉了10%的时候，一定是要进行一个锁利离场的操作。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比特币是在进行了一个就是拉升以后的一个盘整的一个阶段。
对吧？那我个人对于现在这个盘整的阶段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继续的持股待涨的。但是如果说标普指数也达到了一个非常强的压力位，对吧？到4700点 UVXY 恐慌指数也达到了一个支撑位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话，大家也可以考虑去止盈一部分比特币的仓位，因为如果说大盘真的是出现了一个调整的话，那整个的投资圈应该都不会太好，好吧？那个时候的话，我建议大家去止盈一下，就是说当我去开始准备要做空大盘的时候，我建议即使是比特币的话也是要出现一个调整的。好嘞，那这就是今天的这个行情推演的节目。总结一下，就是总结之前还是再次给大家说，对吧？狼王的频道是吧，是一个免费的频道我希望如果你真的喜欢狼王的节目，觉得狼王的这个节目对您的投资是有帮助的，是吧？请不吝惜的留个言，然后顺便给我的视频点赞我一再给大家强调，就是说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来观看我的节目，这样的话我有更有动力去持续的进行一个更新，好吧？现在离我的目标还差一点，是吧？我本来是想说10个月之内冲到10万粉的，结果现在只达到了我目标的1/3，所以说希望就是如果真的大家喜欢，是吧？我也就是这个对您没有任何的损失，仅仅就是点个赞罢了。好吧，点赞评论一下，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总结一下，就是现在大盘是处于一个高位的水平，我不建议大家现在继续去追高了。如果说大盘在接下来的1周时间内，是吧，非常迅速的冲到了我所说的压力位，我可能甚至会进场去做空。做空以后呢，这个下跌的幅度暂时的话，我可能不会认为有那么的多因为毕竟像波音邮轮这些的股票呢，仍然是趴在地底上的。那我会等这一波调整它去进行以后，然后如果说波音邮轮到达了我的一个预计的区间我认为那个时候可能会是这些传统板块的黄金坑，好吧？好嘞，那这就是今天的行情推演，说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再次感谢大家收看狼王的节目，我们明天的盘前个股快播再见。